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简单从生活开始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花了一整天整理家里，结果看起来虽然好像变干净了，但过没几天又回到乱七八糟的样子。或者你买了一堆收纳盒，觉得自己已经整理好了，却发现东西根本没有变少，反而还买了更多东西进来。如果这些状况听起来很熟悉，那么你很可能已经掉进了伪整理的陷阱。今天这集我们就要来聊聊伪整理到底是什么，它有哪些常见的陷阱，还有最重要的该如何避免。如果你也想摆脱杂物，过上真正的简单生活，那这集千万不要错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我们都知道，整理的目的应该是让生活更简单、更舒服，但伪整理的问题在于，它让你看起来好像整理了，但其实东西还是那些东西，甚至变得更杂乱，让你陷入一种整理、变乱、再整理的无限循环。用更直白的话来说，伪整理就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整理，让你短暂感觉家里变干净了，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那么，这样的伪整理到底有哪些常见的陷阱呢？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破解5大伪整理陷阱，看看你中了几个。陷阱1：只移动不减少。这是最常见的伪整理方式，也就是把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，但实际上东西数量完全没有减少。例如，你把杂乱的桌面东西全都扫进抽屉，然后觉得桌子变干净了，但实际上抽屉里的东西变得更乱了。或者家里东西太多，你就把一堆杂物丢进储藏室，表面上看起来房间很整齐，但实际上储藏室根本打不开，里面塞满了东西。破解方法：强制筛选法。每次整理时问自己，这个东西我最近1年有用过吗？如果答案是没有，那就该考虑舍弃它了。固定数量法。设定每个类别的上限，例如家里最多只能有30本书、10件外套，超过就得淘汰旧的。陷阱2：过度依赖收纳工具。有些人喜欢买各种收纳盒、收纳柜，觉得这样家里就会变整洁，但实际上，如果东西没减少，收纳工具再多都没用，反而可能让你囤积更多东西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，你买了一堆抽屉收纳盒，但过几个月发现，每个收纳盒里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根本找不到自己要的东西。你买了一个超大的衣柜，觉得终于有地方放衣服了，结果不知不觉又买更多衣服来填满它。破解方法：先减少，后收纳。整理的顺序应该是先减少物品，再决定如何收纳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可见收纳法：使用透明收纳盒或直接开放式收纳，让自己一眼就能看到东西，避免囤积过多。陷阱3：整理后又买更多。有没有发现，每次整理完，看到房间变干净了，反而更想买新东西来填补空间？这种整理完就想补充的心理，其实是一种空间焦虑，让你不知不觉又开始囤积东西，然后陷入无限整理的轮回。破解方法：等待购物清单法。当你想买东西时，先写下来，过2周后再决定是否真的需要。一进一出原则：买一样新东西，就得丢掉一样旧的，避免囤积。陷阱4：把整理当成逃避现实的借口。有些人当压力大，不想面对某件事情时，就会突然想要整理房间。这种整理是逃避，其实很常见，但如果这变成了你的习惯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因为你可能一直在整理，但从来没真正解决问题。破解方法：规划整理时间，
固定每周某个时间整理，而不是在压力大时才做。面对真正的问题，当你发现自己又想整理时，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？陷阱5：断舍离过头，变成极端简约主义。我们都知道断舍离的概念很好，但有些人会过于极端，甚至把所有东西都丢掉，导致生活变得不方便。例如，丢光所有衣服，只剩下3件，但后来发现换洗根本不够。为了极简生活，把锅碗瓢盆全丢了，结果连做饭都变困难。破解方法：适度保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不要为了丢而丢。关注生活质感，减少不必要的东西，但同时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生活便利性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伪整理，以及5大常见的整理陷阱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真正整理呢？先减少物品，后考虑收纳，不过度依赖收纳工具，避免囤积，避免整理后又疯狂购物，维持适量，培养整理的习惯，而不是一时冲动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整理方式，不必极端断舍离。在上一部分，我们聊到了伪整理的5大常见陷阱，并提供了一些破解方法。但如果我们要真正改变，就必须深入探讨，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些伪整理的行为？这一部分，我们来剖析心理层面的原因，帮助你更有效地打破伪整理的循环，真正让生活变得简单又轻松。第1点，整理带来的假成就感，让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。许多人在整理时，会有一种已经做了很多的感觉，特别是当你把东西收纳得漂漂亮亮时，会有一种满足感。但事实上，这可能只是短暂的视觉效果，并没有真正解决空间混乱的问题。心理学上的解释，这是一种即时回馈效应。当我们做了一件事，并马上看到变化，例如桌面变干净，东西整齐排列，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感到开心。这种短暂的快感，让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却没有真正达到整理的核心目标，减少不必要的物品。如何破解？提醒自己，视觉整齐真的整理。真正的整理应该是帮助你更容易找到东西，而不是看起来干净。每次整理时，问自己，这次我真的减少了物品吗？还是只是换了个位置？第2点，囤积心态让我们难以真正丢掉东西。另一个导致伪整理的心理原因是囤积心理。很多人会舍不得丢东西，总觉得这个以后可能会用到，于是一直留着，结果东西越来越多，整理起来就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拉锯战。心理学上的解释，这种行为与损失厌恶有关。人类的天性是害怕失去，比获得更能影响我们的决策。所以，当我们考虑要丢掉一件东西时，大脑会自动强调可能用得到的可能性，而忽略其实这东西根本没用的事实。如何破解？90天法则。如果某样东西你已经90天没用过，而且未来90天内也想不到具体的使用场景，那么它很可能是不必要的。改变心态，把丢东西当成给别人机会，告诉自己，这些东西如果能送人、捐赠，对别人来说比放在你家里更有价值。设立舍弃缓冲区。如果你真的不确定是否要丢东西，可以先把它放进一个待舍弃箱。如果过了6个月你完全没动过它，就代表它真的不需要了。第3点，消费文化让我们不知不觉变成收纳狂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卖场、网购平台都在推各种超神收纳法、整理神器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厉害，仿佛只要买了就能马上变整洁，但事实是，这些产品有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会囤积，
因为我们买了一大堆收纳盒、抽屉分隔板，却没有减少物品，甚至为了填满这些收纳盒而买更多东西。心理学上的解释，这是零成本错觉。当我们购买这些收纳用品时，会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花钱，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帮助整理的工具，而不是额外的消费。但实际上，这些工具如果没有真正帮助减少物品，反而会让你花更多钱，甚至制造更多杂乱。如何破解？买收纳工具前，先问自己：我真的有减少物品吗？避免为了找地方放买收纳盒，应该先断舍离，看看家里剩下哪些东西，再决定是否需要收纳工具。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伪整理的陷阱，还有导致这些行为的心理因素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，如何改变？步骤1：建立极简整理心态。不要把整理当成一件一次性完成的事，而是一种持续的习惯。每天花5分钟，随时注意家里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。步骤2：一进一出原则。买一样新东西，就必须丢掉一样旧的，确保家里的物品不会不断增加。步骤3：月度整理计划。每个月挑选一个空间，进行彻底整理，如衣柜、厨房、储藏室，确保不会让物品累积到无法处理的地步。步骤4：减量优先，收纳其次。先减少物品，再考虑怎么收纳，这样才不会变成收纳盒的收藏家。步骤5：无购物日挑战。每个月设立几天无购物日，让自己习惯不靠购物来解决焦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很多，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整理不是为了让家里看起来整齐，而是让你的生活更轻松、更自在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摆脱伪整理，真正享受简单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集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简单生活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生活整理技巧。你有掉入过伪整理的陷阱吗？你最常犯的整理错误是什么？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交流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